正方4辩，熊浩。各位好，我们一个一个先来解决前面对方留下来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比赛不能用字典？很关键。汉诺·阿伦特有一句名言，他说：“有辩论的时候，权威就暂时终止。”第二件事是今天这道题大量的论证，对方认为主角是老师，我是老师，他觉得吹捧没用啊，老师那么多的留言他也看不过来啊，你哗哗的刷屏，老师非常烦恼啊。哎，这道题的主角怎么会是老师呢？这道题主角难道不是孩子吗？刚才飞哥讲的一切，为什么家长会选择一个卑微的造型？因为天平的一边放的是孩子，问另外一边你要放什么？你放什么都可以，家长一定会放上去。大家现在如果把今天这道题的主角看成是老师，看成是家长，你会觉得一切歇斯底里、不可理喻。换一下，你换成孩子，你觉得一切卑微到合理。第三，有个很奇怪的点，对方说，老师做的事儿其实也很一般啊。有那么重要值得去吹捧吗？我本来我都没想到这个点，但是他们讲这一点的时候，作为一个老师，我由衷的觉得整个论述感觉到有点冒犯，因为你不至于要这么吹捧老师嘛，你赞扬不就可以了吗？这是他们说的。我自己是大学老师，因此我不大可能在家长群，因此我没有经受过家长的吹捧，但是我能理解为什么家长要吹捧我们。知道一旦我们跟家长的孩子们，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们发生交互的时候，我们有多忙吗？在座各位大学生，在大学的时代，你们最讨厌的人之一肯定就是辅导员了。但是你知道，对我们辅导员的要求是，你不能关机，你没有节假，学生有任何困惑、麻烦，都需要第一时间能向你抵达。我做过留学生的辅导员，我有一个学生有一次非常晚，他给我打电话。他用不是很标准的普通话跟我说老师，我跟房东发生了一些冲突，他把我的所有的行李都从房间里扔出去了。他很战战兢兢，电话来的时候我也战战兢兢，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说，你别慌，我来。我们只要求大家一个赞美啊，不要礼，我们要一个赞美而已。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就要不到。最后。对方最让人夸张的，你要搞创意，用小鹿的话说要写诗，用毛东的话说要拍片儿，要搞得山崩海裂，对吧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你的印象投注到老师的心中，你神经病啊！啊，你神经病！这是多小的一个题，你的选择很简单，复制、粘贴、发送，心意我们收到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老师觉得太麻烦了，不要搞这些有的没的，老师会说大家不要发了。你们说我们不发了，跟这个风，以后风平浪静，这都是跟风嘛。但问题是，你如果搞这些有的没的，搞这些创意，这才是对我们最大的困扰。对方今天说了一个观点，我很赞同。对方说，其实家长和孩子要的是相处、培养和成长的时间。那用最简单的方法，把这个山丘越过去，不就有时间去陪孩子了吗？你去写诗，你去搞创意，你去拍片儿，你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到了不是孩子的身上，你在干嘛呀？你在？我们奇葩说有一个问题，我讲到这儿，我要吐槽一下马老师。奇葩说很多的生活题都太琐碎了，太小了。其实今天这个题，我坐在那儿，我都没怎么写稿子，我不知道讲啥。他的问题越来越琐碎的时候，我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体验，也不知道怎么发表意见。奇葩说现在这种生活题出题的套路是给一个很小的场景，突然之间转折，然后递进，然后问你怎么办？1v1的有一道题说你喜欢一个明星啊，转折你朋友不喜欢他，递进发到朋友圈，问你要不要怼他？您看到我眼神里的失望吗？这是个大的事儿，怎么这个网友们就没有抱怨过吗？全是用方法同的话说牛屎一样的烂事儿，对吧？我奇了怪了，我这终于抒发出我心中常年的恶气。好了，今天100多号人站在这个现场，迎面而来又是一个大大的事儿，怎么办？来，我觉得这是这道题唯一可能的价值方向。怎么简单怎么办？复制、粘贴、发送最简单，
就怎么办？鲁迅先生有一句话，哎，还能绕到这儿啊！鲁迅先生有一句话，叫做很多人呐，咀嚼小小的悲欢，忘记整个世界。遇到琐碎的时候，各位，怎么简单怎么来。小小的山丘在你的面前特别障眼，你要做的不是应对进入山丘，各位，是越过山丘。越过山丘，不要再去唠叨，因为你的身后有一个长情的世界，它好大，它在默默等候。太美了，太漂亮，太漂亮！精彩！ 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